视频中，这位来自英国的女模特被人拐骗，并像商品一样以30万欧元的价格挂上暗网进行拍卖。庆幸的是，嫌犯所在的组织不允许贩卖有孩子的母亲。在得知她是一位母亲后，以收取5万欧元赎金的条件释放她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一起发生在暗网的真实人口贩卖案件。这位来自英国的女子名叫克洛伊，是一名年轻靓丽的职业模特。2017年的7月份。一个名叫卢卡斯的男子联系到了他们公司，需要克洛伊去时尚之都米兰为他们拍摄一段广告。刚开始，克洛伊没有档期，想要把时间给推后，但卢卡斯愿意支付3倍的价格，克洛伊只好停掉手头上的工作，先去给卢卡斯拍摄。据说当时卢卡斯为了打消他们公司的顾虑，直接支付了1半的费用当作定金。7月10日，克洛伊乘飞机抵达了拍摄地点意大利米兰，并在第2天一大早精致地打扮了一番后，应约来到了对方的工作室，一个破旧的仓库。当时他并没有起疑心，因为他之前也接过很多这种拍摄地点在破旧仓库的活。于是他毫无戒心打开门走了进去。可就在这时候，2名男子袭击了他，一名男子紧紧捂住了他的口鼻，克洛伊根本无法呼救。另外一个男子在他手臂上注射了一种特殊的药物，紧接着他就昏了过去。为了防止他醒来逃跑，他们随即给克洛伊戴上了手铐，紧接着把他装进了旅行袋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克洛伊在黑暗中清醒了一会儿，他能感觉到自己被死死地绑了起来，不规则的摇晃让他能够猜到自己已经不在仓库里了，而是在一辆行驶中汽车的后备箱。这2名嫌犯把克洛伊运到了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偏远城镇的一个小农场。等克洛伊真正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正处于一间卧室里，并且嘴巴也被胶布封了起来。还没等他缓过神，就进来2名凶神恶煞的男子，威胁需要他配合，如果不听话就会被干掉。随后这2个男人给克洛伊换上了一件紧身睡衣，并且胸前还挂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拍卖价格30万欧元起。2个绑匪对克洛伊疯狂拍照，他们要将克洛伊挂到暗网上拍卖。而他们是来自暗网的一个名为黑死病的犯罪组织。这是个非常老牌的犯罪组织，一直活跃在暗网中。他们主要是靠着绑架世界各地的美女挂在暗网上拍卖来挣钱，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业务。克洛伊自从被绑以后，每天都在想办法逃走，可绑匪看守非常严密，他是一点机会都没有。直到后来，他告诉对方自己有一个2岁的孩子，绑匪在得知以后才转变了态度。因为组织不允许贩卖有孩子的母亲，所以他们准备将他释放，但为了不白忙活一场，他们决定索要赎金。于是立马就联系了克洛伊所在的经纪公司，并开出了30万欧元的高价。经纪公司了解到自己的模特被绑架后大为震惊，立马就报了警。随后警方和绑匪周旋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最终把价格打了下来，定在了5万欧元。7天之后，绑匪带着克洛伊来到了英国驻米兰大使馆附近，准备先释放人质。结果没有想到被警方逮了个正，绑匪被当场逮捕。被抓的这个人名叫卢卡斯，谁都没想到，就在卢卡斯被抓以后，这起案件迎来了巨大反转。他表示自己根本就不是什么黑死病组织的成员，而是克洛伊的地下男友，而且这起绑架案都是克洛伊自导自演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他的知名度。紧接着卢卡斯还拿出了2个人的聊天记录，并表示2个人在2015年就认识了。另外，卢卡斯还提供了一段监控视频，视频中拍到2个人穿着情侣装出门，甚至还手拉手一起逛街买东西，而这个时间段正好是克洛伊被绑架的期间。以上这些资料好像都可以证明卢卡斯所说的是真话，可是克洛伊却表示上面这些画面都是假的。他称自己在被绑架的时候，卢卡斯一直威胁他们黑死病组织特别强大，外面到处都是特工，只要他不听话，不好好配合，就会被处理掉。所以克洛伊为了活下去，只能选择服从。他不敢逃跑，更不敢做出任何异常的举动，因为他害怕被干掉，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了。视频中拍到的那些所谓的手牵手逛街等画面，都是对方强迫自己做的。那么到底是谁在说谎？警方在多方调查取证之后，最终确定了卢卡斯的罪行，他就是绑架案的主谋，
而另外一个人就是他的弟弟。最终这起案件，卢卡斯被判绑架罪和敲诈勒索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6年零9个月。判决结果公布之后，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令人意外的是，网友们居然选择相信卢卡斯所说的。他们认为，正常人在遭遇绑架之后，不可能那么快就脱离阴影，并且还能那么频繁地接受采访。但意大利警方强调，他们有线人查出了涉嫌绑架者已经组织了几次在线拍卖，以销售被绑架的女孩。他们称这些女孩为猎物。拍卖网站发布的信息包括对受害者的描述和起始价格。所以克洛伊并没有撒谎，更没有自导自演这场戏，他是真的经历了这场惊魂的绑架案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原本判刑16年的绑匪，因为在监狱里面表现良好，最终减到了5年，这就不清楚他到底表现了些什么了。回顾整个案件，这些犯罪组织的手段非常多，最擅长混淆视听，以假乱真。人口贩卖已经成了一条极为暴利的黑色产业链条，全球每年有近800万人被拐卖，74%都是女性，其中大多数是女大学生，一般年龄在18岁到24岁。之前网上疯传的萝莉岛事件，足以看出这个社会有多么的黑暗。他们下场要么变成有钱人的玩物，甚至更严重的会被摘掉器官，几乎很难凭借自己的努力逃出来。现在东南亚多国也频频爆出了人口贩卖、绑架等事件，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对于这个案件，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，麻烦各位朋友帮忙点个赞加个关注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